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Adrian， 爱的人不是一个测评，只是 POV。诶，怎么我的这个衣服又是橙色的嘞？没错，前面这几辆车都是同一天拍的啦。当然啦，那我身后面有一辆白色的什么车呢？这是一个 Kia Optima K5。2014年在马来西亚做过一个小改款，这个是小改款的啦。小改款跟没有小改款的分别就是一个传统脚刹变成了一个自动手刹，然后它的 bumper 有4粒灯，好像 Ice Cube 这样子。等一下我带你们看就懂了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到底有什么值得 ，Let's go。感谢 K Cars Auto 神人伯哈，地点就在卡江买卖车这一条街。谢谢他们借出车子，让我可以拍拍 POV。2014年的时候，当时 Kia 呢在马来西亚做了一个小改款，你会看到这边的 bumper 呢有一个4方形的 fog lamp， 这个是我个人是觉得最漂亮的 fog lamp 之一啦。你们有没有看过 Sportage 那个款也是新的，也有放上这一个的。整辆车的设计的话，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在屁股这边，它有做一个小小的收纳在这个小窗口，然后它变成了这个看起来很 sporty。这辆 D segment 的话，其实当时个人觉得还是比 Camry 漂亮的多升啊，真的很年轻，很 elegant， 很漂亮。当时推出的价钱呢150千左右，现在只需要大概6万多就可以买到一个这么漂亮的 D segment。这辆车比较多配备，有什么配备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这辆车的轮圈是一个18寸的，它用着的尺寸是225/45R 18寸，前面也是一样哈，225/45R 18寸。它为了要让它看上更 sporty 的话，就这边做了一个小处理，当然这个是假的啦，只是做了一个 plastic 处理。无钥匙启动啊 ，push start 啊，这辆车什么都有，全景天窗啊 ，ABS 啊，行车系统啊，防滑系统什么都有啦，尾巴也是相当好看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的后面。当然，它开启方式的话有2种，一个是钥匙，一个是 touchpad， 但是它就没有让你可以开到完那种，有没有？那就必须要用手关了。后面这里有一个 touchpad， 我们来开。D segment 的空间不用怀疑，真的。后面这里有一个 spare tire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比较没有这么好看的地方，就是很多德系车啦，他们都会有这个 cover 在这边，这辆跟 Camry 一样是没有。我是 Camry 车主的话，我都认为这辆车真的很漂亮，很值得买。这辆车有一个 keyless entry， 所以不需要我用我的钥匙。其实它钥匙呢看起来很像，有点像奥迪啦，有点啦。我们就按一下，它必须要按那个 button 哈。锁它的话，按一下，它是没有那个显示的啦。你会发现到我一坐进来，我的脚是不是距离很远嘞？那这个就是 Kia 的好处啦。踩 brake 先 start 一下，你看啊。我就会慢慢的往前去走，这个就是 Kia 厉害的地方。好，这辆车拥有一个6速的 automatic transmission， 还有 pedal shift。它 pedal shift 长得很好看啊，你看它是长到来这边的。OK。它有一个 flat bottom 的 D shape。这个车跟 facelift 之前的分别就是它换上了一个电子手刹，以前是一个用脚踩的。steering 是全新的，有 flat bottom steering wheel， 它有多了一个 driving mode 在这边按啦，还有 normal、eco and sport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limit speed 的 button， 还有 cruise control。这里呢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双色的荧幕，你可以按一下，资讯还 OK 啦，也不是讲太丰富，不过至少你要该看的东西都有。这辆车我唯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有风琴式踏板。哦，它有 kick down button 的嘞。这一个 brake， 这里就是调你的 meter 的亮度 ，VSC off， 还有 parking 的 sensors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引擎怎么样。还有电动仪有没有？8箱的，还有这个 lumbar support， 还有 memory seat 1跟2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有8粒喇叭 Infinity， 所以这个喇叭的音响真的不错的。锁门，它4个窗都是 automatic up down 的啦哈，这个窗。这个就是开后面的boot，还有这个开这个打油盖的啊。这个就是因为我的锁匙在外面，它才会有这种声音。这样价钱是一个大概6万多就可以买到一个 D segment。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们，可以找 K Cars Auto 神人伯哈。这辆车的 condition 其实还不错的，看它的 daylight 多漂亮。那看一下它的 daylight， 也是一样有油压顶感哈。2.0公升 NACVVLNU 的引擎啦，在6500转的时候产生165匹马力，在4800转的时候产生198牛顿米的。其实这个 engine 的话，说话没有听到有人 complain 有很多问题啦。现在韩国车其实基本上不错的，整个造构有点像日本车，一目了然 ，ECU 啦，电箱在这边啦 ，fuse box 啦，进气啦，有没有？这个很像Toyota，有没有？coolant在这边啦 ，brake 油在那边，其实一目了然，这边也没有什么好复杂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空间哈，会买 D segment 的人是最注重是在它的后排空间，这一个你就要注意了，不要敲到头啦。这辆车也没有讲很辛苦上下啦。
前面调整着我的驾驶座位哈，我身高173，这边有多过一个拳头，总共一个拳头2个指头，头部空间呢多过一个拳头的，所以坐在这边是完全是非常舒服。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，中间一个中央扶手，非常简单的一个 cup holder， 真的是跟 Camry 有的 fight 啊！坐在后面这边，我要懒着这样子坐都很舒服的。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全顶天窗，后面这里有一个灯，橙灯啦，这可以自己改白灯的无所谓。内饰全黑的话，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全黑啦。这里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啦 ，Passenger 终于可以锁门啊！这是我值得一赞的东西。还有就是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。Full service book 在这边。那买 K5 的好处就是呢，在马来西亚呢就有给这个座椅加热，会有座椅加热。当你把它蓝灯打开，你会发现到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腰就凉凉的。所以在马来西亚这种热天气的话，非常适合用啦。中控台这边会比较偏向 driver 的，这个也是很好啦，觉得好像在驾飞机这样的感觉。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一样啦，好像传统 D segment 都会有放镜子的。这里的话你就可以打开看看星星，你可以把它打开完，这是 of course 一个可以打开的全景天窗。只有前面呢，后面这边是没有的打开的。这里有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啦，这里就是一些灯，到橙燈。佢個 dashboard 係比較靠我哋嘅，呢度缺點就係細啲咯。不過音響有 Infinity 8粒。哦 ，Infinity 啊，多一點都覺得娘，但幸好它是李東海，所以絕對沒有這種問題就對了啦。雖然啊，N-Hill 這一次呢沒有跟東海。靚啊！靚聲。係 screen 細粒啲啫，不過可以改㗎嘛。改咗佢個 speaker 又係 Infinity， 你調下調都 OK 嘅。USB 係擠呢度嘅 ，iPod USB auxiliary 兩個煙頭，仲有咁樣啦，可以閂啦。仲有一個咁大嘅空間，唔可以調嘅。呢個 steering 仲可以上落，前後都得，冇得嫌㗎啦呢架車。而家屎忽又凍凍地，幾好。6-speed automatic。當我放喺 D 嘅時候呢，佢又幫我解除嗰個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嘅。哇，幾衝一下喎，嗰個油門。呢個 exhaust 都幾實淨下喎。不過 steering 唯一一個缺點就係因為而家係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啦，缺乏咗少少嘅感覺，然之後佢嘅比較偏舒服啲啦，所以佢冇咁反應冇咁快。不過好過 Camry 嘅，其實個反應多過 Camry， 抵買啦！你睇60幾千都可以買 Camry 啊！呢堂又係60幾千啊，不過 Camry 2.0你買到 4 speed 咯，呢個6 speed 喎。成個 spec 幾靚 ，Infinity speaker 又有天窗又有 pedal shift，Camry 冇得好搞喎呢啲嘢。呢度 steering 仲係平嘅。係咯 ，sport steering。係咯，又有幾個 mod 啦 ，driving mode 撳呢度，好似飛機咁樣喎。eco， 而家我開 eco 啦。係啦，佢個 power 咧係要4800先嚟㗎啦，不過如果純揸嘅時候咧，都幾舒服揸㗎，隔音都唔錯嘅。跳咧唔係好跳喎，都係好舒服嘅，好似D segment 嘅 standard 喺呢度啊。wheelbase 長嘅車咧反而比較舒服多，係啊，因為wheelbase 長嘛，比較越長嘅車咧就越舒服揸嘅。而家係 eco mode 就冇咩力啦。屎忽凍凍地幾爽啊！咁熱嘅天氣係咪？我係中意嘅 signal 聲，好似我揸 Optima GT 咁樣。pedal shift 可以用。嘅 steering 反應就都 OK 嘅，反應慢少少啦嚇，少少啫啦。我而家雅箱咧就我冇咁滿意啦，其實比較好似Toyota咁樣腍啤啤咁樣嘅。我哋點樣講咧？係好似係好爛咁樣，綁得唔實嘅感覺。所以我而家轉去 Sport 睇下先。你個油門比較反應快啲，然之後幫我 keep 住高轉咁樣。
方便咯，我直頭撳啫咯，我要咩 mode 嗬，好過呢度咯，最靚噶啦。OK 冇隔音嗰啲隔音啊，幾好，然之後舒服咯。佢嘅 suspension 感覺上係比較實際啲，所以應該如果比 Camry 嚟講咧 ，Camry 會舒服啲。舒服啲，尤其係17寸嘛。如果你買2.0 GX， 如果你買 G 嘅話，16寸更加舒服好多喎 Camry。OK 啦，不過都偏舒服啦 K5。我而家個背脊涼浸浸嘅嗰種感覺。爽喎，我都係，我屎忽都涼震震嘅。一般嘅佢嘅油門好日本韓國車幫日本車感覺咯。佢唔係好似你揸歐洲車啦，不過佢嘅入邊係似歐洲車嘅。踩晒仲有一個 kick down button 嘅喎。係咯，佢嘅瓦箱偏舒服嘅。防 spot， 哎呀！仲有manual mode可以用添，冇力4800先嚟嘅力，嚟咗，係咯，真係要4800，4000都冇力啊！OK 啦，力水唔錯，2.0 165匹，198個Nm， 6-speed automatic， 行緊100嘅時候，差唔多100啦，2000轉咯。幫我哋轉瓦嘅喎，一到 limit 嘅時候，你瓦箱比較慢啲啦，一 shifting 嘅時候，日本車嘅 feeling 咯，即係日本車幫韓國車。even 你買到啊 Optima GT 嘅瓦箱啊，都係咁上下嘅個感覺。Mazda 嘅 feel 咧 ，Mazda feel 好歐洲，好似揸架 BM 嘅感覺。嘅瓦箱所有嘢都係。係瓦箱好快，反應快，又聰明嘅。不過呢架車如果比起 Mazda 啦，真係舒服好多嘅。比 Mazda 仲要舒服，舒服少少。都幾好揸下喎，其實。幾 solid 下。幾 solid 啊！係嘈啲啦，個底係嘈啲。未必係個底係普通嘅，蘇氣比較嘈啲。然之後一個問題係 Mazda 嘅瓦箱咧係有 rev match 嘅喎，你有蹬瓦嘅時候呢堂冇喎，你 feel 到冇？咁樣 Mazda 會好似好順嘅，好似免費自動保有Hill and Do。呢堂會咁樣嘅喎，點頭喎。OK 啦，因為呢架車唔係整俾你走㗎嘛，係俾你舒服咁樣揸啊嘛。其實呢棟車都有啲感覺就係佢嘅瓦箱就比較差少少，咁overall嚟講咧都幾正下。spec 好靚，automatic headlamp、automatic wiper 有晒。Infiniti 係一個好貴牌子嘅 speaker 嚟嘅。係 Infiniti 係一個名牌嚟嘅。佢應該係有可能輸俾 Bosch 少少。by Harman 㗎嘛
Infinity 嘅 speaker 係夏蚊公司做嘅嘛，哦，係嘅子公司嚟嘅嘛，under JBL 都係嘛聽講。你嘅 steering 咧比較要轉好多圈，紅油踩晒 sport 啊！kick down 都撳落去咗。力水 feel 到就係好練呢個咁樣去啦，唔係講好暴力啊嗰啲啦，哦就咁樣去咯。有可能係車身重。車身重啊，D segment 就係咁樣噶啦。冇 turbo 嘅 D segment 就係、反而咧我聽講 Mazda 嘅2.5嘅嗰個 engine 啊，真係力水好正噶喎。不過一樣嘢我就起碼我會覺得呢粒雅雙會好過 CVT 啊。係，始終係你咁樣日操夜操啊，都 OK 嘅。AT 係好襟嘅雅雙嚟嘅，好 solid 啊！呢個 suspension， 所以過呢啲路嘅時候冇聲啦，不過係你 feel 到唔係好似 Camry 咁舒服嘅。Camry 始終都係偏舒服嘅車嚟嘅。哦。我係中意個 signal 聲，而家個 Kia 用緊。你山都好似用緊，篤，你山都好似係。係咯。OK 啦，冇得嫌㗎啦呢架車，呢個價錢仲平過，其實我覺得仲平過買 Camry 添啊 ，Camry 係好有價錢嘅車嚟嘅。到單嘛，因為馬來西亞人始終都係日本車。多打嘅，多打韓打係咯。不過其實而家韓國車都冇咩問題㗎啦，以前嘅 OK 啦，好多問題啦，一個新嘅就不過呢幾年韓國車真係進步神速啊！係咯，你個 design 好似 Audi 咁樣嘅，你個 screen 咧就細粒啲啦，不過有 reverse camera 咯，好過冇喎。我覺得如果唔嫌棄嘅，都唔使改佢嘅呢個相機。係咯，細粒有 touch screen 㗎啦嚇。哦，有 touch screen 喎。哦。终于试驾完毕了哈。其实 K5 的话，一路对我来说呢是很值得去买的一辆车。其实它整个配备来讲啊，完全没有得闲聊，而且驾驶感受的话就很一般啊。如果你给我觉得的话，压箱的话呢还把输少，基本上它是 6-speed， 所以你走远路的话，你的 RPM 可以放得很低的。好了，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喜欢看 POV 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